大家好，我是01。今天这個視頻我們來介紹異星探險家裡非常特殊的、非常燒腦的一個機制，就是各種各樣的重複器。不要小看這個重複器啊！我在玩的時候其實一直沒有注意，但是如果你想構建一個比較好的自動化，你是一定需要這個東西的。而且你用好了，它會非常的方便，而且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個人想象，充分發揮你自己的創造力。像我就構建了一個自動用來運營交易火箭的那麼一個系統。不管怎麼樣，我先来介紹一下这4個重複器。首先呢，第一個也是最常見的，這是按鈕重複器。不要看它們4個長得像，其實是功能完全不一樣的，而且它們是有細微的差別的。主要是這個按鈕重複器，它上面這個墨綠色的東西是一個圓環。然後呢，這個是計數重複器，它的意思就是數量到了它的上限，它就相當於按了一下，就相當於按鈕重複器按了一下。這個按鈕重複器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了，它就是按一下，然後它就激活一次，就相當於一個按鈕。這個計數重複器目前它有2個墨綠色的環，當然你可以按 F 檢查，然後把這個個數給它調高。調高的話，它就會變成好幾個按鈕。像這樣，這是上限是8個。然後這個是很特殊的一個東西，這叫臨近重複器，就是你給它一個按鈕信號，無論是这個按鈕重複器的，還是這個計數重複器的，還是這個延時重複器的，一會兒我們講，給它一個信號，然後它就會讓它圓圈範圍之內的所有的東西都激活一次，包括其他的這些機器，比如說你的這些機器啊，這些這個需要按一個按鈕它才能飛的這種交易火箭啊，都可以，包括按钮重複器本身。所以說這就非常有意思了，這就像寫程序一樣，就像一個循環，然後再加一個激活什麼的，大概這個意思吧。總之寫過程序的應該會覺得這個很有意思。然後呢，最後一個就是延遲重複器。這個延遲重複器你按 F 檢查，可以設置它的時間，最多是25。25這個應該不是秒啊，這個25我不知道它用的是什麼單位，但是這個25大概是 3.33 秒，所以說你拉到最高也沒有多長時間。那麼時間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3.3 秒不夠，那你可以像我這樣弄好幾個摞在一起。摞在一起的话，比如说这个按钮重複器我點一下，長按 F 激活之後，它這裡然後它計時 OK 到了，在上面倒數第2個，再倒數第3個，然後在最頂上這一個，等到它最頂上這個完了之後，它這個信號就從最頂上這個發出來，你就可以把頂上的這個探針拉出來。所以說接下來就引到了我們要說的這個探針了。這個探針呢，就是這個重複器上面的，你可以相當於一個電線吧，就是它的信號順這個電線，你走到這個臨近重複器上，那它就給它；你走到這個機器上，那麼這個機器就會動。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機制，基本的機制講明白了，我這裡就以我設計的這麼一個系統來講一下，大概它怎麼應用。你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設計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根據你自己的需要。首先呢，我是為了什麼呢？我是為了讓這個交易平台，這個交易平台它可以用金屬碎料換一些石墨啊，換一些別的資源之類的。我已經建立了自動生產線，但是我懶得去了，所以我就以這裡的金屬碎片為基礎。我想要啥資源都可以很快速的獲得。至於這個金屬碎片是怎麼來的，這是費了我很長時間才建立起了一個自動化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的一個生產線。你可以在我這個頻道的異星探險家的播放列表裡找到一個全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這麼一個視頻啊，大概有1個小時吧。總之非常麻煩了，因為你玩到這裡的話，基本上這個遊戲就玩完了。好了，言歸正傳，我想要這個東西發射，但是我的金屬碎片往上裝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因為這個破碎機它破碎的再快，它也是有時間差的，而且你還得一個個往上裝呢。而且我這裡有2個交易平台，我為了多獲取一些資源嘛，提高效率，所以說這就需要我設計一個在固定的時間內給它一個激活信號的東西，而且是可循環的。但是可循環這個東西就需要好好設計了，因為你這些所有的東西它都是按一下就沒有了。比如說這個按鈕重複器，你點一下它就給你一個信號 OK 沒有了。然後呢，這個延遲重複器，這個計數重複器，它都是給它一個信號，然後它激活了之後，然後就沒有了。所以說你怎麼樣實現這個重複呢？這就需要這個臨近重複器了。當你給它一個初始信號，這個按鈕重複器傳到這個臨近重複器，這個臨近重複器給它周圍的這些重複器一個信號，這個信號呢又可以傳回來。那麼怎麼設計的呢？可以看我這裡。首先起始的地方是這個按鈕重複器，那我如果點了的話，
那麼它就走到這個延遲重複器這裡。這1、2、3，那這個往哪兒走呢？這個我要讓它走到這個臨近重複器這裡。可以看到这個臨近重複器的範圍，它是覆蓋了這2個計數重複器。這個計數重複器呢，現在亮上幾個燈，就代表它被幾次激活。等到它這個綠色的燈完全亮滿之後，它就會發出一個激活信號到這個機器上，這個機器它就會發射了。那我又是如何實現它循環的呢？這裡有一個非常巧的辦法，我設計了一個按鈕重複器靠近臨近重複器的一個做法，就是說，當它在激活這2個計數重複器的時候，它也同時又激活了一遍按鈕重複器，就是無限的套娃，无限的套娃。如果你把这個按鈕重複器移到它的外面，那麼它就沒辦法再激活了，就像這樣子。我那邊剛才已經發射了，這個計數重複器已經到它最大計數，所以現在整個系統就停了。我把它移到了這個臨近重複器的外面，那我再把它移進去，然後呢，我再給它一個初始信號，這樣它就又可以持續的循環了。這個計數重複器在這裡其實不是為了計數，這裡也是為了記一個延遲的時間，然後這個延遲重複器也是延遲的時間，所以這整個系統的間隔是比較長的，我不得不用這好幾個重複器來提高這間隔的時間。當然，這個計數重複器還有別的用處，比如說你可以計數到了多少個，然後你就可以怎麼樣，再到了多少個又可以怎麼樣。而且這個計數重複器它可以通過串聯實現更高的計數，比如說它最高可以設計8個，那麼8個的話，它給出一個激活信號到下一個計數重複器，那麼下一個如果再是8個，那就是64個這種時間差，所以說這個時間還是很恐怖的。那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啊，就是我在查攻略的時候，發現這攻略給我的不對。我本來想設計的更簡單一點，你可能覺得這樣有點冗雜。攻略說的是，這個標記針出來之後，你放在一個東西上，等它變綠，你就可以按 F 創建分割。創建分割就是把它記為一個中間節點，然後你可以再去連別的，比如說我再連這裡 ，OK， 按鼠標左鍵，這就是終點。你發現沒有？這裡這個節點已經不是綠色的了，這個節點才是綠色的。它如果傳輸的話，它可以從這裡傳到這裡，它最終可以傳到這裡，但是它沒有辦法在中間這個節點給它一個激活信號，所以这就很坑了。那個攻略裡說的是，這沿途的所有的節點都可以獲得一個激活信號，這我自己試了，不對的。我不知道是我操作哪裡有問題，還是這個攻略給我的不對。反正我自己親身實踐就是不可以。所以說有時候攻略給我們的也不對，而且這個攻略是 AI 給我的，我不知道網上大家試過的應該是怎麼樣的。如果你想取消這個線的話，你可以把它鼠標左鍵拿起來，然後按 F 移除分割針，這樣就沒有了。它經過的所有的節點都能夠給一個脈衝信號，我就沒必要設計這麼麻煩的系統了。這個系統應該更簡潔一些。不管怎麼樣，也是實現了我的目的。這個視頻就到這裡，希望給你異星探險家的遊戲玩法有一定的啟發。下一個視頻我會來介紹一下我建立的生產納米鈦合金的這個終極材料的自動化生產線。好了，我們下一個視頻再見。